大家对任何人都应该要这样子，不是只有对你的钢琴老师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才会成为一个有担当、有勇气又有好品格的人啊。当一个好人比当一个有成就的人更重要。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练琴攻略第2集是要讨论有人他会练琴练得不够就不敢来上课。最常见的是学生考完试以后的课就可能会想要请假1个礼拜，因为他准备考试的那个时间就没有练钢琴，或者是像有连续长假的时候，周末出去玩了4天，这样子他们可能星期1或星期2上课的时候就会想要请假。我讲的是这一种钢琴课没有耽误到他其他事情，可是他就觉得只是练琴练不够，所以想要请假。那一些如果是你有很重要的考试在后面，所以前面的钢琴课先请假的话，不包含在今天讲的状况里面。通常这些练琴练得不够就会想要请假的人有3个原因是我观察到的。第一是他们怕浪费钱，第二是他们怕老师生气，第三是他们怕被骂。我们一种一种来讲哦。不过一开始我要先提醒你，老师是辅助你完成你的音乐梦的合作伙伴，老师不是你的上司，也不是你的员工或下属。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怕浪费钱的这一种。有的人他怕他没有练琴上课就没有用，可是事实上你没有练琴上课还是有用的，因为你上一周上的那个课，你的大脑还是有吸收东西，它是有进步的，你的大脑很厉害的，所以你大脑还是内化了上一周上课学到的东西，这一周上课还是会有帮助，还是会有进步。你在这一周来上课，你还是会比上一周更好。所以当你了解到你就算没有练琴上课还是有用的时候，再来有的人可能担心的就是钱付的不划算，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练到那么足够的量，所以他上课的那个小时没有学的充充满满饱饱满满的。如果要讨论钱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讨论一下，就是钱跟时间它都一样是流动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右上角的影片。好，那现在你的钱是流动的，你没有流到跟你合作的那个老师身上的时候，你就是保留在自己的身上是精打细算。可是因为老师是你的合作伙伴，所以你没有往老师身上流的话，老师有可能会比较难跟你合作，你的伙伴有可能我们就算不要讲合作伙伴好了，我们讲说员工的关系。你想想看，你的老板的钱他如果没有合理的流到你身上的话，你要怎么过日子呢？所以连是老板对员工钱都要合理的这样子流动，伙伴的状况也是一样的。而且大家可能会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没上课并不等于是没有使用老师的时间。这个不是像使用者付费的这个状况没使用就不用付费，没上课你其实还是有使用到老师的时间，这一点有可能大家不是故意的，可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要怎么说呢？因为上课这个状况像是老师把一间房子租给你，那他租的是时间不是房子，所以如果你租房子的时候有事情要出差，你就跟房东说我这个月出差了2个礼拜，我可不可以房租少付2个礼拜啊？你的房东一定会说不行啊，因为你没有住的这2个礼拜我也没有把房子租给别人啊。上课也是类似的状况，因为你请假了1周，老师他不可能这1周的时间就突然去找另外一个学生塞进来，然后就赚到钟点费啦。所以很有可能如果你常常请假的话，老师他一整年都排了这个时段给你，可是事实上他赚到你的钱也只有赚到11个月或10个月的钱。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老师当合作伙伴的话，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会替你的伙伴着想，是伙伴哦请真心对待你的伙伴。
再来还有就是可能要考虑一下责任方是谁，这个也是蛮多学生会忽略掉的。如果说老师照你的时间帮你上课或请假，而不是照老师方便的时间的话，那就是责任方在你身上。可是这2周受到损失的都是老师，他直接就没有收到学费了，所以老师通常都会尽力的不请假，就变成是老师单方面的配合学生的状况来调整他自己的时间。那如果老师有15个学生的话，他的生活就是要配合这15个学生的生活中任何突发状况或者是非突发的状况。因为责任方是学生的时候，没有学费收入这件事情是老师要承担，责任方是老师他自己的话，没有学费的收入，那他当然也是要自己承担。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老师不是不想要帮学生承担学生的突发事件，而是老师他其实没有能力可以承担。当老师遇到这些状况越来越难过生活的时候，那就可能会有几种的解决方法，就是会兼差或转行。如果是找兼差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所有学生的上课品质，因为体力也是流动的。老师的体力流往其他地方的话，那他的音乐能力还有流到你身上的体力都会减少。还有就是老师有可能会希望收到出席率高的学生，出席率低的学生，老师可能就会希望你换老师，或者是老师也可以调高学费，这样子每一堂课的金额高一点的话，因为学生请假而少赚到的那一些钱就可以这样子补回来了。或者是老师也可以带学生检定，检定的时候学生就会不敢请假，可是这个状况下学生因为检定的压力大，会造成学习的反效果，可能会害怕音乐啊，害怕表演什么的，就是我个人比较不乐见的状况。以上讲的这些状况，我觉得是都起于没有把老师当成合作伙伴，是把老师当成一个商店或下游厂商的感觉，或者是员工的感觉，所以比较容易会忽略老师是你的伙伴，然后要互相体谅。再来我们来讲讲看，有第2点我刚刚讲到的，有一些人他是怕老师生气或怕被老师骂，可是我想要厘清，怕老师生气跟怕被老师骂是2个不一样的状况。怕老师生气，或者是说怕老师浪费了1个小时，结果教我这个都没进步的学生，这种我也有听过。可是这个是其实自己不想去被骂，或者是自己不想要花1堂课的钱，然后不直说，就说我是为你好，我是怕你生气，看起来好像自己很替人家着想，讲话很婉转一样。可是如果是真的为对方着想的话，其实应该要告诉对方清楚跟充分的资讯，让对方有自由意志可以做决定，而不是为对方下决定。大家对任何人都应该要这样子，不是只有对你的钢琴老师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才会成为一个有担当、有勇气又有好品格的人啊。当一个好人比当一个有成就的人更重要。还有第3种刚刚讲到的是真的是自己怕被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老师直说，然后跟老师商量你的状况，跟老师说你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练习的不够，然后你会怕被骂，不想要被骂，让老师了解你。因为老师是辅助你完成音乐梦的伙伴，如果老师了解你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通常不会用骂来解决。如果他只有用骂这一个方法来解决各种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认真的考虑要换老师。关于老师用骂的这一件事情，我自己遇到的状况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的老师是用骂的，然后我一直以为用骂的才正确，用骂的才能对学生有帮助，所以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我就对学生骂得非常凶。可是后来发现其实骂不是帮助学生最好的方法，我就改过来了。所以如果你有遇到状况，老师不是恶意，可能只是不了解的话，也许也可以试试看，慢慢的跟老师沟通。好了，理清楚我常听过的原因了，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我观察到的这个音乐教育市场萎缩的状况，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珍惜你的老师。
音乐市场的萎缩，它跟少子化是有关系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原本是音乐才艺班的地方，大约在5年前的时候，几乎就已经不是了。然后现在就更少了。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少子化，再来就是每一代重视的事情不一样，这个也有影响到。我观察起来的状况，我大概是介于这个20岁到40岁之间，然后这些年纪大家可以正负加减5岁，因为每一个地区或者是每一个家庭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介在这之间，我的上一代的这一代是我的父母，他们这一代的状况是想要受教育的状况。因为这一代他们的上一代日子过得更辛苦，所以这一代他们能够受教育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所以他们这种想要受教育的心就会放在下一代身上，会很想要让下一代有非常丰富的教育。可是下一代这里啊，因为受了非常多的教育，所以我们反而会觉得很想要出去玩想要放轻松，跟自己的小孩，就是我们的再下一代，可以有全家人一起出去游玩的机会。所以每一代他们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对下一代教育的想法也不一样，导致我们这一代想要教下一代的时候，其实下一代都被他们的妈妈爸爸带出去郊游了，旅行了。现在旅行的文化大家也知道，就是比较盛行的。我也不会觉得旅行不好，因为我觉得跟家人一起相处那个是很重要的天伦之乐的时间，我非常赞成。只是还是想要跟大家分析，我们这一代除了少子化以外，因为这个文化风气的转变，真的比较难有学生来跟我们学习。另外还有因为 M 型经济的问题，有一些人他是因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没有上一代好，没有上一代稳定，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让下一代来学才艺。以上今天的影片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觉得没有练琴到底该不该上课这个问题。下一次想要讲的是适合大脑运作的学习方法、练琴策略，想要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借力使力，学音乐可以事半功倍，让我也一起来帮助你完成你的音乐梦。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分享给有兴趣的人。祝福你学得正确，弹得开心。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